德国纳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成了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成了法西斯，英法发动对外商业扩张成了殖民者。怎么美国发动那么多对外侵略战争，偏偏就啥事没有？我在以前的内容里边说过，美国的独立其实就是一场扩张主义思潮跟英国保守思想的碰撞，也可以说成是美国接过了英国扩张主义思潮的接力棒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扩张是以重商殖民主义为基础，美国要是想后来居上，殖民主义这种板上钉钉的非正义扩张肯定是用不了的。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没用过，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美国的做法向来都是躲在后面支持殖民地闹独立啊，要不然也戴不上灯塔国的帽子。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的扩张手段并不平和呀，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美菲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拿马战争、海湾战争，建国至今不到250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仗，结果愣是把暴力扩张搞成了文明拯救，他是怎么证明侵略的合理性的？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啊。封建时期的天命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君权为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美国当年用的也是这种邪乎的宗教理论，而且政治化的速度很快。从1630年第一批清教徒移居北美东海岸，到正式完成宗教政治化改革，提出天定命运论，只用了不到200年的时间。不过封建时期的天命说主要是用来稳固统治的，天定命运论则是用来扩张的，或者说的准确点，美国的天定命运论就是用来证明侵略合理性的产物。而且跟天命说的君权神授还不一样，天定命运论是一种由神权赋予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教徒共有的使命感。他们很奇怪地认为自己就是那所谓的优秀选民，其他的都是弃民，所以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文明，拯救野蛮民族，完成使命。但是明摆着呀，光凭这么一个抽象的宗教理论，就说他要去拯救世人啊，拯救其他野蛮民族，谁信呢？没人信，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啊？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都不信啊。不过也确实佩服这些政治家的脑洞啊，他们很巧妙地把天定命运论和当时欧洲十分火热的一种启蒙思想结合到了一起，也就是自然权利说啊，认为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都是天赋的，一种任何个体都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理论上存在的权利啊，而天就是他们的造物主，所以这些自然权利就是他们眼中的上帝所赋予的。这么一来啊，天定命运论的正义性不就有了吗？大家想想，当时全球范围内除了海洋，面积最大的是什么？新生美国周围最多的是什么？是殖民地啊，是一个个被残酷统治、压迫、剥削、奴役到连基本人权都没有的活生生的人呢。那么大家告诉我，当这些人遇到美国那一个个天天高呼神救世人的传教士的时候，会怎么想？还会不会把美国人看成是殖民者？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美国对外发动的那些战争，美墨战争、美菲战争、美西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拿马战争、海湾战争，无一例外都是由美国率先挑起，大举压境并掠夺大量财富，妥妥的侵略战争没错吧？但同时也无一例外，第一个抵达目标领土的都不是军队或者政客，而是在战争爆发前就早已经开枝散叶的传教士。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想过为什么，或者就单纯的认为这些传教士真的就是来传福音的。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好好想想了。更巧的是什么？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度让许多神学家认为美国正在远离宗教，结果战争结束后，大觉醒运动突然又卷土重来了，而且来得更猛，传播范围也更广，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宗教男女青年会组织、神学院国际传教联盟以及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啊。与此同时，美国的扩张也又一次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要说传教士和美国的扩张没什么关系，你信吗？其实里边的逻辑很简单。传教士传播的是什么？除了宗教思想，剩下的刚好就是殖民地普通人求而不得的自由民主的人权观念。这种观念开花结果的过程，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封建时期统治者招揽民心的过程。等传教士的任务完成了，被殖民者民族意识觉醒的种子也就埋下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的玫瑰慢慢绽放。玫瑰花开之日，美军镰刀收割之时。不过收割的不是被殖民者，最起码明面上不是。就算传教士到来之前，殖民地已经民族意识觉醒，甚至已经完成革命，宣布独立了，也不要紧，总会有那么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些刚刚独立的新生国家长期保持政局动荡。反正就是民心和政府一直都站不到一条线上。然后就是传教士到来，传播福音，美帝自由的种子开花结果。美军镰刀到来，普通人非但不认为是侵略，反而夹道欢迎。就这么个逻辑。简单来说，就是扩张主义思潮催生出了美国的天定命运论。
但由于天定命运论的神学属性无法保证信服力，所以在经过宗教理论政治化以后，又将天定命运论跟欧洲启蒙思想之一的自然权利说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带有宗教属性的民主扩张论。有了理论依据，剩下的就是实操环节，由传教士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社会职业作为载体，四处传播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并在精神上确定扩张主义思潮的正义性。这一步完成了，剩下的就简单了，简单直接，回归原始，暴力入侵，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硬道理。人类作为一种多数情况下思想快于行动的生物，在扩张及正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加持下，他们并不会觉得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义的侵略行为，他们反而会认为这真的就是传教士所说的神救世人的具象化体现，是专门来拯救他们的。非正义的侵略就这么摇身一变，华丽丽的成了拯救世人的正义扩张。